时年36岁的丽莎突然失踪，种种迹象表明她很可能已经遭到熟人杀害，但由于找不到尸体，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为了突破困境，警方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通过伪造超自然现象，最终揭开了这起失踪案背后的真相。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之前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米拉马市。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地处迈阿密和劳德代尔堡之间，常住人口约为14万，隶属于布劳沃德县，是一座经济繁荣、人口多元化的城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丽莎，出生于1973年，来自加勒比海南部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她在特里尼达的一个小镇长大，家境贫寒，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很早便踏入了社会打拼。丽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担任服务员，那年她只有19岁，刚刚结束一段恋情，独自抚养着不到1岁的女儿赛琳。生活负担沉重，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家用，丽莎不得不靠拼命加班赚取额外收入，日子过得格外辛苦。这种困境持续了整整8年，直到后来她投身到博彩行业，在赌场找了一份荷官工作，经济状况才算有所好转。2000年，丽莎在赌场结识了下一任男朋友保罗。交往7年后，两人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移民美国，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米拉马市。丽莎在米拉马的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而保罗则加入当地养老院，成为了一名护工。最初他们计划先在美国打拼一段时间，等到生活步入正轨，再把丽莎的女儿接到身边。可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移民后的种种变故接踵而至，短短2年后，悲剧发生了。2009年10月7日下午5点左右，丽莎像往常一样给女儿赛琳打了一通问候电话，聊了10几分钟的日常琐事。这是她坚持了2年的习惯，一切看上去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从第2天开始，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丽莎不再接听电话，也不再打电话，只是偶尔通过短信回复消息，这让赛琳感到非常奇怪。因为丽莎的文化程度有限，平时有事总会直接打电话联系，几乎从没有发过短信。不过考虑到可能存在特殊情况，最初赛琳并没有在意。5天后，时间来到了10月12日，这天是赛琳18岁的生日，可作为母亲的丽莎却没有送上生日祝福，打过去的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回想起最近几天发生的异常情况，赛琳逐渐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赶忙联系了身在美国的舅妈艾薇儿。得知情况后，艾薇儿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案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第一步便是向丽莎的男友保罗询问情况。保罗表示，他和丽莎最近出现了感情问题，从上个月开始，丽莎便频频提出分手，而保罗并不愿放弃这段关系，一直在努力挽救。两人因为这件事情来来回回谈过很多次，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10月7号晚上，也就是丽莎和女儿通话的那晚，他们再次就分手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当时丽莎的态度非常坚决，并且收拾好了行李，表示要搬出他们的公寓。眼看丽莎心意已决，保罗也不想再说些什么，毕竟之前他已经劝说过很多次，继续挽留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于是他将决定权交给丽莎，独自开车去了外面散心。大约1个小时后，保罗回到住所，果然发现丽莎已经带着行李离开。鉴于他已经做出选择，保羅也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这段感情，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他从未联系丽莎，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So it was disappointing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you tried so many years to make some things right, and it just didn't pan out that way. Did she keep a lot of secrets from you? I think she's someone that, how should I put it? She can lock up if she wants to. Maybe shut you out? Yeah. 虽然保罗并未直接说明丽莎提出分手的原因，但他在交谈中暗示丽莎隐藏了许多秘密。言下之意，丽莎或许已经有了新欢，
搬离住所只是为了与对方同居。警方顺着这一线索展开了调查，果然发现丽莎正在与一位名叫路易斯的男子交往。鉴于两人的关系密切，警方认为路易斯很可能知道丽莎的下落，于是立即对她展开了询问。Yeah, I spoke to her last Wednesday night when she was at work. She called me. I spoke to her on the phone. Never heard from her since. How serious was your relationship? We got serious a few months ago. Okay. Did you guys plan on moving in together? Listen to me, bro. Listen to me carefully. We were supposed to get married. You understand?根据路易斯的说法，他和丽莎已经交往1个多月，虽然时间很短，但两人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实际上，那晚丽莎和保罗摊牌并执意搬出住所，其实就是路易斯的主意。因为在路易斯看来，保罗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他不仅拿走了丽莎的护照，不允许丽莎回国探亲，还掌握着丽莎的银行卡，限制她的消费。更加过分的是，保罗不允许丽莎考驾照，也不允许她单独外出。平时除了上班，丽莎几乎24小时都被困在家里，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正因如此，路易斯说服丽莎向保罗提出了分手。最开始，他们计划要在10月7号晚上见面，也就是丽莎回家收拾好行李后，路易斯再将她接到自己家。然而到了约定的时间，丽莎却迟迟没有出现，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这让路易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无法确定丽莎是否临时反悔，毕竟两人才交往了1个多月，而丽莎和保罗却已共同生活了整整9年。如果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贸然介入，势必会给自己招惹麻烦。但另一方面，他又很担心丽莎的安全，害怕保罗因为不想分手做出极端行为。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等等看丽莎会不会主动联系自己。但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丽莎失踪的消息。 Did she ever tell you that he hits her or anything like that? I've heard stories that they have been abuse. Yes, and she called me. 警方核实了路易斯的说法，并未发现明显问题。首先，丽莎的朋友证实，保罗确实对丽莎实施过虐待，控制丽莎的银行卡，没收丽莎的护照也都是事实。其次，路易斯在10月7号那晚，为了应对突发状况，一直和朋友奥马尔在一起，他的所有行踪都有迹可循，与丽莎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排除了路易斯的嫌疑后，保罗便成为了警方的关注重点。在接下来的问话中，保罗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坚称丽莎是在10月7号那晚带着行李离开了住所。至于他为何没有去找新男友路易斯，保罗则解释说，丽莎可能有自己的打算，而且两人在分手时闹得很不愉快，或许他已经离开这座城市。警方核实了这一说法，确实发现丽莎在失踪后曾通过短信告诉哥哥自己已经搬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同时他还解释说最近没有接电话是因为手机坏了，承诺一旦安顿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联系。然而丽莎的哥哥并不相信这条短信出自丽莎之手，因为他并不习惯发短信，而且短信内容也与丽莎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根据这一线索，警方调取了丽莎的手机信号位置，结果显示她的手机最近一直在与当地的基站保持联系，这表明她从未离开当地。更关键的是，保罗的手机也连接了相同的基站，两部手机的活动轨迹完全一致，显然发短信的人并非丽莎，而是她的男友保罗。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了更多对保罗不利的证据。首先，丽莎失踪那晚，几位邻居曾看到保罗驾驶一辆租来的丰田汉兰达从家中运走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几个黑色的垃圾袋、一个大号的空运桶以及一个用胶带封死的白色泡沫箱。虽然邻居并不清楚其中装的是什么，但警方在检查那辆租来的汉兰达时，发现后座残留着明显的血迹，这表明那晚保罗搬运的很可能是丽莎的尸体。其次，丽莎失踪的第二天，保罗曾让养老院负责医疗的同事帮忙处理过伤口。
这些伤口主要集中在手指和手臂，形状凌乱，边缘参差不齐，属于典型的攻击性自伤，也就是在行凶过程中因手掌沾染血迹导致凶器滑脱造成的伤害，进一步证明了他杀害丽莎的嫌疑。然而即便如此，警方也很难以谋杀罪逮捕保罗，甚至无法确定车上的血迹是否属于丽莎，因为那辆汉兰达本身是对外出租的汽车，保罗并非唯一的驾驶者，而且丽莎在美国没有直系亲属，可能留有 DNA 的个人物品也已经被保罗清理干净，警方缺乏可靠的比对样本，无法确认车上的血迹是否来自丽莎。当然，警方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他们只需要派人飞往特立尼达提取丽莎直系亲属的 DNA 就能完成血迹比对。但问题在于，即便比对结果确认车上的血迹属于丽莎，那也只能说明她曾经受过伤，并不能证明她已经遇害。所以警方必须要先找到丽莎的尸体，才能串联所有证据，将保罗绳之以法。 There was a topic that came up. It was a pretty simple idea. What if we could somehow call Paul or text Paul, make it look like it's coming from Lisa, and then follow him and see what he did? 警方寻找丽莎尸体的方式堪称离奇，他们没有依赖常规的审讯或者线索推理，而是精心策划了一场灵异骗局，通过营造丽莎死而复活的假象，放大保罗的不安心理，迫使他主动暴露尸体的位置。为了顺利实施计划，警方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首先，他们找到丽莎在美国的哥哥和嫂子，详细了解了丽莎平时的表达方式。其次，在运营商的协助下，将丽莎的手机号码克隆到另一部手机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通过克隆的电话号码，模仿丽莎的语气向保罗发送短信，并在暗中监视他收到短信后的去向。值得一提的是，警方发给保罗的短信非常简单，只是写了一句等我好起来，并未刻意渲染神秘气氛。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给保罗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如果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收到短信后可能会陷入自我矛盾，想不清自己是否真的杀死了丽莎，还是有人捡到了丽莎的手机。而如果他是唯心主义者，这条短信更像是死者归来的信号，让他陷入恐慌，怀疑丽莎是否死而复生。总之，无论是哪种情况，保罗在收到短信后都极有可能会前往抛尸地点一探究竟。事实证明，警方的计划十分奏效。短信发送后不久，保罗便按耐不住内心的焦虑，驾车离开了住所。他先是在家附近绕了几圈，以确认是否有人跟踪，随后又去了一位朋友家，假装日常拜访。辗转3-4个小时后，最终他来到了位于迈阿密花园市的一处堆满垃圾的空地，也就是抛尸地点。事后警方派出巡视犬，很快发现了邻居曾提到的空运桶，桶里装有一具缺少头颅的女性尸体。通过 DNA 比对，警方最终确认死者正是失踪的丽莎。她死于利器刺伤，全身共有33处刀伤。但遗憾的是，由于保罗拒不认罪，丽莎的头颅至今未能找到。2010年4月13日，案发6个月后，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保罗。根据已掌握的线索，警方认为保罗的犯罪动机主要是感情纠纷。他在10月7号那晚，因为看到丽莎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走与新男友同居，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理。抱着得不到就毁掉的心态，保罗一怒之下使用厨刀杀害了丽莎。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保罗事先策划了谋杀，比如他是在作案后才租用了运送尸体的汽车，装尸体的空运桶也并非提前购买，而是丽莎原本用于给家人邮寄物品的包装桶。但警方认为，保罗在作案后进行的一系列伪装行为已经体现出一定的计划性，因此最终认定他属于有预谋的犯罪，并以1级谋杀罪将其起诉。2015年7月9日，案发5年后，本案开庭审理。由于检方证据确凿，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商议后，一致裁定保罗1级谋杀罪名成立，最终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bothers me most about where Lisa ended up. It's sad that her life was ended and she was disposed like garbage. He stabbed her 30 times.
You can't look at him and think there's a spark of a human being in here.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